早上8点多，我说带3号来河里面游个泳，结果路过这里的时候，发现这棵树上的一窝喜鹊，不知道被谁给捅了。昨天都还在嘞，我刚看了一下，满地都是材料啊！看这么大一个窝，而且这是今年喜鹊新找的位置。本来和这棵树挂在一起，结果这棵树前段时间被砍了，摇摇欲坠的，这一下彻底没了。上面还挂了好多材料，都是没有掉下来的。在窝下面，我已经看到了一只倒霉的小家伙，已经死了。不对，还有呼吸嘞，应该还是活的。昨天下午我过来看一下别人有没有割油菜的时候，这个窝都还在嘞，今天居然都没了。哎呀，这个家伙还是活的，身上冰冰凉的。我们这边早晚温差特别大，脖子的这个位置也受伤了，已经不怎么动了，失温了应该是，不知道能不能活这家伙。这里又发现了一只，哎，这一只身上热乎乎的嘞，和刚才那一只情况完全相反了。这个问题不大，先捡起来。我把它们的材料都翻开了，这里又发现了一只。哎，这一只状态比较好哦，直接张口问我要吃的了。翻到最下面又发现了一只，也是活的。这也就是下面的草厚，窝的位置矮，不然的话掉下来可能全部都摔死了。又仔细找了几圈，没发现，而且他们这个窝的材料好重啊。这个还好里面没铁丝嘞，以前我见过的里面铁丝都有。这个位置好像还有一只，这里看错了，是个树叶，我还以为这里又是一只嘞。经过我的仔细搜索，在地上捡到了4只，手上这2只状态比较差，都不怎么动了，另外2只状态特别好，应该没啥事儿。本来我还说带3号出来游个泳，顺便看一下别人割油菜有没有丢弃的小鸟，看来只能打道回府了，先把那4个家伙带回去保温，不然的话他们会死的。看这棵树，本来这个喜鹊窝跟这棵树是搭在一起的，结果前段时间不知道谁把它砍了，搞得喜鹊窝摇摇欲坠的。这不是我砍的啊，这个位置是他们今年刚找到的，结果就没了。看来农民伯伯对他们真的是恨之入骨啊。旁边就是一块油菜地，看地里面绑得密密麻麻的小旗子，就是为了防止他们搞破坏的。去年我们村里面就有人因为这玩意儿把他们家种的玉米全刨了，一怒之下把窝给捅了。哎，不过这玩意儿有的时候真的让人很头疼。刚才就在这个位置，特别近，马上又要割油菜了，所以现在我每天早晚都会出来转2圈，捡漏，赶紧回家去。回来之后赶紧把它们放到保温箱里面，有2只已经失温了。2个小时之后，这几个家伙全部满血复活，不得不说这家伙就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坚强。现在给他们整一点水分比较重的樱桃，这家伙属于杂食鸟，荤素都可以。这是真恶狠呐！刚摘的一点樱桃，感觉都不够他们塞牙缝了。这个胃口是真的好啊！最后一颗了，吃完了你们好好休息。等一会儿有空了，我去给他们买点牛肉吃一下。现在主要是吃好、喝好、睡好，做好保温，长得特别快。这个小老鼠现在鬼鬼祟祟的，给它整点酸奶喝一下。这吃个东西还小心翼翼的，怕我呀？不是我你能长这么胖吗？放这里让它自己吃，3天不给它搞吃的就变得特别亲人，天天给它放吃的，它基本上都不理我了。所以说这家伙吃饱了就不认人，吃饱了估计又要跑路了。哎，是被狗子给吓到了吗？好像不见了，出来了，你不要追它啊！你这个吃素的还追它干啥呀？现在属于半吃饱的状态，给它好吃的都要骗它半天才过来，吃饱就跑了。
过去看一下去哪儿了。这边猫比较多。哎，小老鼠没发现，看到一只大公鸡，这应该是我家的吧？又跑到别人这里来偷吃。别人都碍于邻居的关系，不好意思说，它一点都不自觉，出来的就往别人这边跑。跟我回去吧。进去吧，别出去了啊！这天天的玉米、小鸡饲料，还有各种粗粮，你还要出去偷吃啊？不科学。被大公鸡耽误了一会儿，出来找小老鼠，结果不见了，估计是找不到了。但是我找到的这个家伙，仙女哥的孩子，跑这里来了。旁边还有几只猫嘞，刚看到我来了，就剩一只了。这家伙好看吧？可惜不是手养的，要不是鸽子爸爸一直追着喂，这家伙现在应该很听话。我发现仙女哥现在繁殖的孩子都挺好看的，过来的这一只是他们上一窝的孩子，也挺好看的。这一只也是，我发现仙女哥繁殖出来的孩子，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，反正都挺漂亮的。又下2个蛋，不知道这一窝会是什么样子。你们这几只鸽子，差点让我把正事给忘了，不说要去找小老鼠吗？走吧，我们去找一下。最后我看到它跑到这边来了，前面好多猫啊，狗子追到别人家里面去了。我好像看到小老鼠了，跑到别人南瓜地里面去了。这也太茂密了吧，这怎么看啊？下次再回来我要给它关2天，越跑越野这家伙。这别人家的佩奇又长这么大了，过年又能吃猪肉了。走了走了，回家去。本来我还说找不到小老鼠，干脆回来给狗子再洗一个澡。上次给它洗了个澡，还是干净了不少，结果好像又停水了。上次我说我们这边吃的水都没有，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你们自己看，我们这边经常停水，不过已经在解决了，我相信很快我们都会有水吃。整的这帮鸭子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水喝了，我就在池塘里面给它们打点水。这几天我发现每一桶水里面都有小鱼苗，特别小，整的我还小心翼翼的，每次都要把它们给放掉。回家吃饭，等一会儿再出来找一下那只小老鼠，别被这帮猫给灭了。他们家养了4、5只猫，现在风险系数很大呀。哎呀，拆弹了拆弹了，又有熊孩子破坏鸟窝，朋友给寄过来了，开开看看。朋友是做果园的，这个包装非常到位，蛋肯定没有破。蛋我估计是孵化不出来了，因为这是贝类的蛋，贝类鸟一般的最多就下4颗蛋，所以说这个蛋大概率是已经被母鸟给孵化过了。这中间已经好几天了，没有保持正常孵化的温度，所以说能孵化出来才见鬼的。但是朋友说里面没有血丝，试试吧。大头朝上，蛋静置12到24个小时，再放入孵化器。孵化到第7天的时候，我用手电筒的灯光一照，里面什么变化都没有，和我预想的一样，没用了。当初朋友说没有血丝，我估计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一，这个蛋的颜色是紫色偏红色，所以说里面如果有微弱的血丝，你不用强光手电去比较黑暗的房间照的话，是看不透的。像这种被孵化过的蛋，在夏季温度比较高的时候，你放个10个8个小时，问题不大，因为本身都有30多度。但是你要在外面放个几天，加上昼夜温差比较大的话，神仙都救不了它。顺便给大家说一下这几个蛋的来历，免得有人说我自导自演，或者说我掏鸟窝啥的。我朋友是搞果园的，然后经常也给我寄水果，然后有游客去他那里摘桃子，小孩子就把鸟窝给拆了。本来我开始我让他能不能找到地方，找到位置的话把鸟窝给放回去，或许还有救。找不到，因为他的果园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说没办法，就死马当活马医给我送过来的。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建议大家，碰到类似的情况，最好能找到原位置，把鸟窝放回去。这是上策，这4颗蛋没啥用喽，4条小生命呢，非常可惜，丢了吧。我刚刚丢鸟蛋的时候，听到前方竹林里面有土话梅发出的惨叫声，
该不是我放生的土话梅被猫抓了，或者被伯劳给抓住了吧？咱们赶紧去看看。惨叫声还是这么明显的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声音越来越大了。飞走了一个，瞬间安静了。主要是这草太深了，我担心有蛇，不敢下去。观察了一下，好像是一群土话梅在这里打架嘞，肯定有我放生的那2只。不管他们了，回家去。回家的路上看到别人家种的黄瓜，这么大一根一根的，这都老了。农村的菜根本都吃不完，太多了。哎，这有翅膀的就是好啊！我回来之后发现这2家伙已经飞回来了，在这里晒太阳了耶。这一只脚好像受伤了，可能是刚打架被打的。好，只要还活着我就不操心了，剩下的你们自己打。他们2个每天晚上现在准时回家，天天都在家里面睡觉。今天是我起早了，还是蚂蚱还没起床呢？这稻田里面一个蚂蚱都没抓到。算了，回家去拆盲盒去了。这里面是3颗蛋，一粉丝在装空调的时候，空调洞里面的几颗蛋，装空调没办法，只能把这个窝给拆了。所以他就给我发信息说，看我能不能把这几颗蛋孵化出来，救一下它们。一共是3颗蛋，这2颗都是好的，另外这1颗碎了，碎得一塌糊涂，也不知道这2颗还有没有救。我用手电筒灯光照了一下，好像是正常的，大头朝上，静置24个小时，放到孵化器。孵化第7天的时候，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，2颗蛋都受精了，而且发育的很正常，坐等它们出壳。孵化第13天的时候，2只都已经出壳了，有1只是昨天晚上出壳的，另外1只今天早上出壳的。出壳的时间错了10多个小时，导致它们的块头差距还是有一点点大的，平均2-3个小时给它们喂一次食物，所以现在又到了给它们喂食物的时候了。这2只我发现它们的胃口特别好，反正每次都挺能吃的。今天先给它们喂点鸡胸肉，2只嘴巴都长得挺大的，一个个的来啊，都有份儿。这么小的块头，一次能吃这么多。这家伙又来了一块，所以说长得胖嘟嘟的。给这个家伙来一块大的，一口吞了。这2个家伙胃口都不小啊。刚出壳的小鸟身上光秃秃的，甚至仔细看连肠子都能看得到，10多天就可以飞了，好神奇啊！这家伙是最好照顾的，也不挑食，所以长得特别快。出壳第3天，又到了干饭的时间了。大家看一下它们2只有没有什么变化，身上已经开始在长羽管了，到了明天羽管就冒出来了。这一餐吃的是小鸡饲料加鸡蛋黄加西红柿汁。现在只要是食物往它们嘴边一放，它们就会张嘴，胃口挺好的，而且基本上一餐要吃好几口才会吃饱。你在这里看了半天呢，你也来一口。这货今天脾气挺好的，换成其他的时候早都上来攻击这帮小鸟了。今天除了要一点吃的，就在旁边看戏，表现非常棒。我们继续给这2只家伙搞吃的，赶紧吃饱。虽然说现在天热，但是还是要放到保温箱，温度比较均衡。还能吃啊？这应该是最后一口了吧？好，终于吃饱了。吃完之后把它们嘴巴擦干净，让它们好好休息。在手上放2分钟，马上放到保温箱，等待下一餐。主要旁边就有一个不靠谱的小伙子，看，刚说完就过来了，太不靠谱了。这家伙你们不要看他长得呆萌的，其实他的脾气可臭了，除了不咬我，他什么都咬，甚至连狗他都想欺负。好了，先把那2个家伙放保温箱，等一会儿再和你玩。这小鸡刚好一点就到处跑，我回去给它拿了一个葡萄的功夫，它就追别人去了。前几天下大雨，它出去跑了1天才找到，差点挂了。好奇怪哟，只要是没有吃的，
它马上就去追别人，又跑了。但是看到我手上有吃的，它又过来了。这可能是骗吃骗喝的新套路，带回来了。刚还把它放在笼子里面关了一会儿，它嘴巴都撞破了，还是喜欢自由啊。我今天决定带它去找一下鸡妈妈。这是我之前放生那一只小母鸡生的蛋孵化出来的。上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一只母鸡下的蛋也能受精，我们这边附近到处都是野鸡，所以说受精的好正常。平时鸡妈妈可能就躲在这里面，没发现呢。这只兔子在这里，不会又在打洞吧？我也不关心，在别的地方再找一下。也没有啊。终于发现它了，可能是因为今天的太阳太猛了，躲起来了。来来来，看一下你的孩子，都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如果不是我在猪圈里面发现，它们都已经10几颗臭鸡蛋了。鸡妈妈也很懵啊，她可能在想什么时候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正常来说，她肯定是不认识的。看看吧，是吧？转身就跑了。你这个病号，暂时还是跟着我混吧，还要先把你的病给治好。这个家伙以为我手上有食物，赶紧跳到我手上。他也算是个病号，翅膀羽毛都断了，不过正在换羽毛，这一次换好之后就可以把它给放生，顺便给这个家伙搞点水果吃一下，他们的最爱呀。门口的柿子树天天都被他们光顾。再来一块大的。还好这家伙都是吃素的，如果是吃肉这还得了啊，就一会儿的功夫吃几口了，我都数不清了。好了兄弟，你自己在这里找果子吃。他还有2个兄弟飞行能力特别强悍，在前面那一片竹林里面，就他飞行能力弱得要命，不过最多也就1个月的时间，他就可以重返天空了。这个家伙也让他在外面活动一下，今天太阳不错，晒下太阳。他感冒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一起孵化3只，他另外2个兄弟好得很，就他有点笨。又开始在追别人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，智商有待提高啊，这小鸡。到时候把它放生了，看它怎么追。有句话叫勤劳的小蜜蜂，在我家属于是勤劳的小鸽子，每天不是在找材料做窝下蛋，就是在下蛋的路上。让你们见识一下鸟界出名的建筑大师鸽子做的窝，还可以吧？关键这蛋都下了，还找材料做窝，有意义吗？就这建筑水平，喜鹊都自愧不如。上一窝不是还没长大吗？这又开始了。他们的太上长老闭关出来了，也在开始找材料做窝了。我家鸽子这么多，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当然喽，贡献最大的肯定是他以前的老婆，可惜被猛禽给灭掉了。后来他又找了一个女朋友，这不又下蛋了。至于说有没有领证，我不清楚啊，我没问过他。有兄弟说我好久没有和这一只该死的鸽子互动了，来兄弟出来，我们好好聊一下天。出场的方式可能有点特殊，大家不要奇怪，很正常的啊。让它出来，其实我就是想体验一下，看它咬我还是不是之前那个感觉。先称一下它的体重，没胖没瘦。下一步就是要让它咬我。来来来，兄弟，使出你的毕生功力，我看一下你现在咬人还痛不痛。也不知道它咬人是真的不痛，还是说我现在皮又厚了。反正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以前还觉得挺痛的。我觉得等一下有必要把它关起来了。母鸽子已经下蛋了，它已经失去它的价值，关起来安全一点。最近猛禽多，关起来吧。记住了，你的主人永远不会让你孤独，你的下铺就是另外一只喜欢咬我的兄弟。你们俩可以好好交流一下，研究一下怎么样咬我才会让我的暴击加倍。别整天研究一些没事的繁殖下蛋，我养得起吗？你们能想象得到一只鸽子后来拐了一只母鸽子回来，然后慢慢的发展到几十只鸽子了。只有喜欢养小动物的人才能体会得到，自己养的小动物就算是送人放生了都舍不得杀肉吃。我不吃肉吗？我肯定吃肉啊，鸽子汤特别香，但是我就是下不去手。以前一直都是喂鸽粮，好几块钱一斤，
现在数量实在是太多了。前段时间我买了100斤玉米，1.2一斤，还挺划算的。他们也特别喜欢吃。最近有一个朋友领走了5只，现在还有7、8只吧，还行，数量也不是很多了。这家伙啊，以前挺好看的，自从专注繁殖之后，形象都不要了。每天不是在做窝，就是在做窝的路上，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。它的功劳也很大的，感觉最近也要把它给关起来了，免得被猛禽给灭了，就太可惜了。这家伙太勤劳了，这繁殖速度恐怖如斯啊！今天我又来爷爷家了，这条狗子听到我的声音好激动啊，一直叫个不停。本来我是不想理它的，因为今天没带吃的，但是它实在是太热情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我们一共也没有见几次面，看到我之后都不知道它有多激动。上次好多人给我发消息，让我把这个狗带回家养。云养狗不好吗？偶尔过来看一看，逗它玩一下，比自己养好多了。它肯定以为我又给它带好吃的了。来，我看一下这狗子平时都吃啥。碗里面还有剩饭，农村狗子吃饭的标准就这样，也还可以。今天我就私自做主，把你给放了，带你出去溜达一圈。出来之后肯定要测试一下它喽。上次有网友说，当它绕路过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跳过去，它会怎么办？好，它过来了，我跳过去了，没啥用，它又转过来找我来了，太简单了，对于它来说。来，小伙子，我们再来一个远一点测试。我跳对面，等一会儿你从那边过来找我啊！行动啊，小伙子，从那边绕一圈，绕一下就过来了，懂了没？赶紧行动，快去快去，绕一圈。嘿嘿，听懂了听懂了，这狗子真的很聪明。看，它从那边绕了一圈就过来找我来了。哎呀，可惜今天真的没带吃的，不然的话必须要好好奖励它一下。看它这个渴望被奖励的小眼神儿，下一次我绝对给你带点好吃的，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哦。紧接着我把距离又再次拉远，尝试看它能不能过来。结果试了3次，它每一次都是在半路听到我说话又返回了。然后我就发现它一直尝试从对面跳过来，可能没有信心，不敢过来。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给它一点勇气，我躲到远一点的地方。没有想到它一下就跳过来了。说实话，我感觉这狗子真的很聪明，只不过是没有实物训练，如果有的话，训起来特别容易。而且后来我又测试了好几次，站在特别远的距离，不理它之后，它要么跳过来，要么它也知道从那边绕路过来找我，真的挺不错的这家伙。所以说这个家伙如果说天天拿食物去用心训练的话，各项技能他绝对学得很快，真的很聪明。今天非常遗憾没有给你带吃的，而且现在我要把你带回去给拴着了。拴起来之后他有一点小小的委屈，但是也没有闹，非常乖。下次我一定多给他带点食物。最近的雨水太足了，今天终于出太阳了，池塘里面的鱼全部都出来了。这么多小鱼先养着，明年都是饲料。听到大公鸡打鸣了，今天也把它放出来，让它好好晒个太阳。它最近脾气特别暴躁，动不动就要攻击我，所以说还是不逗它了。把关着的几只兔子也放出来，让它们在这里给我除除草，晒晒太阳，好好活动一下。这货就不放了啊，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抓到。之前有兄弟给我留言说兔子繁殖的能力特别强，这样放养的话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繁殖，造成生态破坏，有一定的道理。这家伙能跑到那么远然后再回来，所以说把它关起来之后再也没放了。不过在我们这边这种概率可能性不大，但是我们要预防。这一只小天眼也可以放出去让它自己玩一会儿，不过这个家伙最大的问题就是放出去之后不好抓，它看到你拿笼子它就跑了。今天先放着吧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把它抓起来，它不会去别的地方，很安全。顺便给大家看一下长期放养在外面的兔子是不是特别胖，关键它还不怕人。这一只也是
肥得不得了，到现在还没有繁殖，不过我也不期待。这一只天眼的孩子也是长期放在外面，它稍微瘦一点。兔子的领地意识太强了，出来之后它们就开始在打架。这一只天眼出来了1个多小时，一直在挨揍。这玩意儿跑得可真快呀！要是冬天就好了，搬个小板凳坐这里晒太阳，看它们追逐也特别有意思。它们这个分工特别明确，都是单挑，一只对付一只。我怎么感觉这一只公的都快顶不住了嘞？放着的几只兔子已经把这一块地当成他们的领地了，所以说它们也不会去别的地方。这一只公的应该是顶不住了，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了。我把那只兔子赶跑了。这小子太温顺了，也是最亲人的一只。打不过了有什么办法呀？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这个家伙了，给他换一个安全的地方继续晒。感觉这个家伙也快撑不住了，趁他没有防备的时候，用狗绳把他给拴起来，不然的话后面可不好抓哟。哎，你这小子你别咬绳子啊，他还想跑嘞。这2只爱打架的又过来了，赶紧把这个家伙给牵走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家伙长得特别好看呢？可惜他的孩子一点都不好看。等一会儿还是把它关笼子里去吧。这个家伙放的真的是特别难抓，他很狡猾，看到你想抓他的时候，马上就找地方躲起来的，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今天这个太阳晒的，他们都快被揍哭了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兄弟们，给你们拜个年啊！看我们放的鞭炮，狗子都被炸丢了。我们去看看鸭子。我就猜到了，这狗子肯定躲在猪圈里面，胆子太小了。每年放鞭炮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最少3、5天它都不敢出门。门打开，你自己赶紧躲起来。我听到小鸡的叫声呢，看一下，这只科尔鸭翅膀下面藏了2只小鸡，这孵化能力还是挺强的。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品种的小鸡吗？感觉还挺好看的。赶紧钻进去啊，等一会儿冻死了。今天还下雨，温度挺低的。我在这里等了几分钟，它最终还是钻到了鸭妈妈的肚子下面，这一下我就放心了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听家里人说一直有小鸡叫，过来一看，这一只一直在外面，担心它冻死了，带回保温箱放几天。今天是正月初3，温度特别高，一帮小兔子全部都在晒太阳。看一下鸭妈妈去。此时此刻，鸭妈妈正在带着小鸡出去溜达。我来看看它有没有带它去游泳。虽然小鸡不是亲生的，但是它带的特别好，看到我靠近它就跑。它在这里和其他的鸭子汇合之后，我已经分不清哪一只是鸭妈妈的，但是小鸡明显能分得清楚。已经跟着鸭妈妈去水沟了，但是这个水沟里面的水特别浅，影响不大，只要是不下池塘，我基本上不用担心。网上都说科尔鸭不会孵化，不会带娃，看人家把小鸡照顾得多好。重点是这其他的鸭子没有一只欺负小鸡的，说明这只母鸭子平时鸭品还是挺好的，而且小鸡也特别珍惜，鸭妈妈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，一步都不离开。转着转着，它们好像准备回家了，结果是想从这一道门出去。门打开，让他们出去溜达一圈，顺便把前几天我们放到保温箱里面的这一只小鸡还给鸭妈妈。鸭妈妈看到这只小鸡还是挺激动的，一直在召唤它。这一下你们一家3口不就团聚了吗？切记不要下水。走着走着，小鸡丢了一只，看一下鸭妈妈多激动。在这里，这货智商有点低呀。鸭妈妈过来找它来了。就这智商，我感觉母鸭子不用带它，它都会淹死。晚一点我要看一下情况，如果不靠谱，还是把它关到保温箱里面。鸭妈妈带它们溜达了一圈，就进猪圈了，然后就在这个位置孵化的，食物和水都很充足，问题应该不大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过来观察，发现这一只就在外面，
不过问题不大，今天温度高。我还发现鸭妈妈会把自己吃的食物又吐出来，然后给小鸡吃，真的挺靠谱的。不过毕竟鸭子喜欢游泳，希望这2只小鸡的命比较硬，我会随时关注的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！哎呀，被吓死了这个家伙！刚刚被一只喜鹊追，吓得它钻这里面去了。呵呵，这该死的喜鹊！没事没事，这只喜鹊刚还在这里，跑了，上树了。哎，放地上，我看你有没有被吓到啊？来，躺这儿。要是猛禽的话，直接腿都吓软了。还好还好还好，这家伙，喜鹊这个季节找不到食物了。没啥事儿，站在我手上还不到1分钟，就飞到树上去了。刚刚看起来腿有点软，可能还是被我抓的。要是猛禽的话，它可能就逃不掉。这几天天气挺好的，一直把它们散养着在。这树上还有好几只嘞。明天要下雨了，等一会儿把它们都关起来。这几只喜鹊又过来了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我之前放生的，胆子特别大。特别这一只，天天偷布丁的狗粮，我肯定这就是我去年或者前年放生的，胆子特别大。但是给它食物，它也不敢吃了。在野外待的时间久了，就彻底野化了，也挺好的。现在到冬天，有的时候不好找食物，他们就把主意打到其他的鸟身上了。这只鸽子，他们就不敢欺负。这家伙有的时候喜鹊靠近了，它还啄喜鹊，所以说他们就把主意打到了魔术鸽的身上。好多人说鸽子不上树，看一下我这棵树上有多少鸽子，天天都站在树上。特别这个家伙现在也爱上树了，还是这么喜欢咬我。不要咬啦，过几天，最多3天以内，我就把你的女朋友还给你了。这是我养的最久的一只鸽子，也是最喜欢的，主要是因为它的脾气特别好，温顺呐，是吧？哎，怎么盯着一个地方一直咬嘞？好痛啊，好痛啊！赶紧滚吧，受不了你了。等一会儿就把魔术鸽给关起来，这帮喜鹊越来越多了。看这个数量，这只是一小部分，田里面还有好大一群呢。